当前的楼市大环境下，有人说现在应该买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鼓励买房的政策，包括利率下降，我们的买房成本在下降。还有人说现在不能够买房子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不知道房住不炒要调控到什么时候，未来呢存在着太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。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呢，我们现在买房子的确要变得谨慎，因为呢，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房产调控，房价的分化越来越严重，而且房价的走势并不明朗。那如果呢，基于现在的情况，你买房子，如果你没有相当好的专业知识，那有可能会套牢，甚至呢，房子会不断的贬值。今天呢，就来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目前的库存还在增加。为什么在2017年到2018年我们要涨价呢？就是因为要去库存。当时实际上人们拥有的房子很多，但是开发商还在不断的建房子，库存的房子仍然很多很多。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呢，就是说买涨不买跌，只有房子涨价了，我们才会去买。所以20年的时间，你会发现在2017年到2018年房子涨得最凶，但当时的交易量确实上去了，但是房价也跟着上去了。那么目前库存为什么会增加呢？第一，就是我们消化库存的能力在慢慢的减弱。我们还是那句话，有人呢在高房价的时候呢已经高位接盘了，再也没有能力去买房子了。还有呢，从2019年有疫情的发生，很多家庭呢发生了变故，包括呢很多人失业，收入减少，企业裁员等等情况。那么很多人呢愿意存钱，而不是呢买房子。而我们说呢，这2年房产的变数也太多了，一会儿收紧呢，一会儿又放松。但是总之，大家要么是被套牢，要么是害怕，要么呢是没钱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也得引起重视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库存量还在增加。虽然说呢，从今年来看，这个开发商拿地的这个数据啊，比以往是下降了很多。但是我们说过去20年呢，开发商就是靠拿地来发财的，所以呢，之前囤了很多很多的土地，在降负债的同时，拿了地也不得不建房子，所以呢，房子还在不断的库存，而且呢，我们很多人还在不断的改善啊，把老房子舍弃掉，还是呢去买新楼盘，那么又多出来一大部分的库存房源。总之，现在就是什么呢？是买方市场，也就是说，市场上不管是因为调控这个炒房客大量的抛售也好，还是拥有多套房的家庭抛售，不管呢是因为大家在抛售房产，还是说呢很多人已经有多套房子了，总之这个库存没有减少，而是一直在增加。那么当房产进入这个买方市场的情况下，相信呢老百姓大概率呢就是有一个多方面的比较啊，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会观望，等一等再说，不出手。那间接的呢就导致到我们房产的整个交易量下降。交易量下降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开发商回款呢比较慢，银行放贷呢也会变慢，包括呢我们这个房价也在不断的下降，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呢在现在这个时刻去接盘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放缓了，房地产呢不再是安全的蓄水池了。那我们说过去20年房价为什么会涨啊？一方面呢是人口大量的进城，我有需求，有需求呢开发商就得不断的拿地建房子。那这个地是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很多没有开发的地方就全部开发了。你可以看到呢，不管是1、2线城市还是3、4线城市，以前呢很荒的地方，现在呢就变成了开发区，变成了经济专属区等等等等。那这些地方呢，可能在20年前就是一片荒地，但人口大量的涌入这个城市，又不得不满足住房的需求，那就不断的开发，所以房价一直涨。但是从2020年开始呢，我们发现国家呢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啊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城市化率放缓，具体呢就是体现在第一，老旧小区改造，对吧？不拆迁了，那么大量的钱呢就不会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。第二呢，不管是1、2线城市还是3、4线城市呢，不再盲目的去建所谓的高层啊，超高层建筑500米以上。以前呢就是真风，现在呢是不准再建。那还有呢，就是说我们整体的这个城市往外扩的速度也变慢了。17年到18年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3、4线城市的开发区栽了跟头，因为当时3、4线城市呢正在扩大城市的
范围，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价格洼地，于是在这儿买了房子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现在被套牢了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通过这个房住不炒的调控，以前呢这个房产就是我们一个安全的蓄水池，我有了钱，我买了房子，我的持房成本低，过几年房子涨了我就赚钱了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如果你的地段买的不好，如果这个城市的房子正在下降，如果你现在买了这个房子，那基本上未来呢就是会赔本的，变成负资产。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，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，就是现在的人口在减少，人们的生育呢意愿在下降。这个呢可能短短的1-2年你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是再过5年到10年，这个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明显。当前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，为什么在前2年要提出这个延迟退休？正常情况下呢，男的是60岁退休，女性呢是55岁退休。那为什么现在要延迟退休呢？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劳动力出现了断层。一般来说呢，30岁到50岁是青壮年，正是呢中流砥柱的劳动力。但是现在呢，这部分人开始缺失，而且呢，我们年轻人生孩子的意愿也越来越少。虽然说放开了2胎3胎，但是很多家庭呢只生1个孩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有很复杂的原因。总之一点，大家觉得压力大，不愿意去生，所以呢，越往后这个年龄段的差距呢就会越拉越大。到最后呢，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说呢，有人70岁还在正常上班，还在工作，没有办法，岗位上没有人。而且呢，随着人口慢慢的减少，我们对住房的依赖也越来越低。到最后呢，房子并不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必需品，也就是说，买房子也不一定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我可以买房子，那是在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那我经济条件不允许，我也可以租房子住，甚至呢，我租房子和买房子，我享受到同样的结果。也就是说呢，大家对于这个房子的选择开始多元化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不会被房子束缚。那么未来呢，房价可能呢会持续走低。其实现在呢，你都可以看到，为什么我们说房价2极分化？大城市的房价高，主要是有人口在支撑那小城市现在没有人口支撑，怎么样了？房价呢就变得有价无市，甚至呢你降价都卖不出去。所以这2年买房子呢，我们一定要谨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